要一念，这便是我送你司马交的大礼。邹燕，别摸鱼了。该不会是我体内的魔丹又出现了异常？为何会做如此奇怪的梦？若魔气增强到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呢？可有什么应对之法？恐怕得以你毕生的骨血为基，你的生命也会随之消散。既然如此痛苦，为什么不动手杀了我？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你的社会一定还在。立刻把今日当做我们的初遇。你为什么要把修为都渡给我？无论你在哪里，我都会回到你身边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怎么突然下雪了？这场雪是司马交的，难道他已经回忆起来了？庭院，回春说，你想起来了？如此强大的结界，看来那灵火便在里面。血雾阵，用凤山血脉浇灌出的血池。看门狗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撕裂了伤口，也不要磕着、碰着，我会心疼的。进来。你是何人？娇儿，来，我会告诉你答案。那次灵火果然在此处。我的娇儿，
你终于来了。你是司马氏，我一直在等你。原来你没有死在白鹿崖大火中。看来鄂儿还是听了我的话，将灵火与你相融了。你能坚持下来，我很欣慰。我带你出去。不用白费力气了，我在这儿等你，也不是为了要出去。我这残破的身体，也不可能再出去了。我在这儿苟延残喘的等你，就是为了告诉你当年的真相。飞升诅咒，令司马氏人丁愈发凋零，流着珍贵血液的我们，从统领者日渐沦为八大宫的工具。到了我这一代，已全然失去了自由。八大宫为了诞下更为纯粹的凤山血脉供养灵火，逼迫我与你母亲结成夫妻。不久之后，娇儿你便带着最为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降生于世。看到如此纯粹的血脉，八大宫贪婪欲生，得寸进尺，想让我们诞下更多血脉，遂将我与你母亲封印在白鹿崖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我本想和凤山灵火融合，以便获得那强大的力量，来终结八大宫的阴谋。然而灵火威力强大，我承受不了那么巨大的痛苦，有一段时间陷入了疯狂。最终，我只能放弃。如此痛苦，你却依旧选择让我来融合灵火。那真的是迫不得已呀。你有着罕见而纯粹的凤山返祖血脉，定能承受灵火，成为破解飞升诅咒的第一人。但融合的过程中，我们便发现，你血脉太过纯正，需以更强盛的灵火与你融合，否则灵火会在融合过程中被你的至纯血脉吞噬干净。后来，我便和司马一族的族人共同做了个决定：若我们死得其所，能让娇儿成功将灵火融合，那八大宫便再不敢进犯我司马一族。没错，我们愿意为娇儿融合灵火。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，我也愿意。司马一族不愿再任人宰割，满足八大宫的贪欲，于是决定共同以血养火，养成那足够强大，能够被你融合之火。然而，血祭一旦开始，我们便发现，那灵火仿佛无底洞，100余位族人前赴后继，血祭身亡，却无一人放弃。最终，我们族人用尽了全部的血脉，终养成这世间最强盛的灵火。牺牲全族人的性命，让一个孩童背负如此沉重的命运，该说你们是可怜还是可恨？如若让我们重新选择一次，我们依然会走这条道路。那你又为何会在此处？我怕八大宫发现了我们的计划，我便装疯放火，让他们以为我是发疯放火，杀了所有族人。而为你融合灵火的最后一步，便是需要你母亲为你炼化灵火。我本以为我们的计划便会在这一刻结束。
司马恶呢？白鹿崖大火时，施家安插在八大宫中的眼线，发现了奄奄一息的我，于是将我从白鹿崖偷偷带走。原本施家的确是想救我，但我被救出以后，急于想要找到你，让施拥有从我这里获知了破解飞升诅咒的秘密，这引起了他的贪欲。施拥有伙同他的弟子石千缕，从白鹿崖偷走了一小簇即将熄灭的灵火分身，以我的身体作为灯芯供养。同时，施拥有与石千缕暗中打造了白凤山，收集凤山血脉，以血来培养你这组灵火。没错。既然你到了这儿，那这一切便都该终结了。娇儿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是凤山一族，凤山一族天生不凡，注定与天地同寿。天地同寿，你看清楚了，如今这司马一族只剩下我一人。只剩下你一人又如何？只要你能活1000年、万年，只要你不死，凤山一族就永远在，我们一族的辉煌便有重现的那天。只要你把它吞噬了，你的伤势不仅会痊愈，更能让你体内的灵火倍增。除了强大之外，还有一种可能。我在吞噬灵火的过程中，被灵火瞬间燃尽，对吗？你是千万年罕见的凤山返祖血脉，你定能做到我们不曾做到之事。你能如愿了。不好，太尉者出事了。掌门，叶公主传信，已有廖廷彦下落。速让介入林，将廖廷彦绑去太玄峰，否则他应职工族人都要死。是。我感知到了，太尉山的灵火有异样，恐怕这司马娇已经找到了那里。我先行去查看，你速速通知各国公主前往太玄峰布阵。一旦这司马娇现身于太尉山，我便会利用廖廷彦将他引去太玄峰。到时候，我们各国公主合力将他擒获。是。莫非司马娇这一遭会发生什么意外？呸！哪有自己筑自己道侣的？他那么厉害，
能杀他的人恐怕还没出生，哪怕受点小伤，也不会有大事的。要是流光镜还在就好了，也能让娇娇给我报个平安。朱灵，念九，朱灵，朱灵，念九，平爷，平爷，抓住他！叶公主，没想到这么快我们又见面了。你究竟是怎么找到我的？这仙界，只有我认得你的极寒痕迹。近日你修为大涨，那痕迹也越来越清晰。那我还得谢谢你，现在才来抓我。掌门有令，若捉不到司马娇，务必要将这个廖廷彦带回去。平爷，平爷，找死！叶公主，你究竟站在哪一边？你一个小小的弟子也敢质疑我？是掌门是让你们监视我，但没有让你们命令我。我做什么决定，无需向你们解释。还是快办正事。带走。走。你们放开他！平爷，平爷，放我出去！朱灵，你快放了廷烨！朱灵！啊！我的灵火！你终于来了！你揉了我的灵火，我们几百年筹划的大计，竟让你得了利！司马娇，你这个卑鄙的、该死的混蛋！过奖了。哎！司马娇伤我女儿，让我饱受痛苦，我要让她也承受此痛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他竟然有极强的防御，我竟伤不了他。月公主，大敌当前，不要冲动啊！月公主，今日若是谁想毁了这件捉拿司马娇的工具的话，我只能将它视作破坏八公大计之人。叶如莲，你究竟是何居心？哦，你到现在还与廖廷烨惺惺相惜吧？月公主，现在不是谈私仇的时候，我们得干正事啊！日公主说的有道理，各位公主，事不宜迟，摆阵吧！还请立即通知师掌门人已带到，让他速速将司马娇引至太玄峰。
不，我的黑玉莲池，靠司马氏一族的血造成的血池，也将毁于司马氏一族的血。石千缕，这只是个开始。你想干什么？你听。是灵脉在燃烧，月之宫弟子，速速远离灵脉！灵脉燃烧，是司马娇，不知他那边如何了。不能放过廖天燕，来不及了，快走！你们施氏一族所在的灵山、祭神庙、祖墓，你的掌门太玄峰，都会变成一片火海。从今往后，你们的所有灵山和你们偌大的施氏，都将不复存在。石千缕，看到自己苦心创造的一切被毁掉，滋味如何？司马娇。你一直在策划这件事，你会后悔的。为了逼迫我，将我的族人逼来此处，我得和他们在一起。啊，小心！这人走不了啊！你以为你赢了，但我告诉你，你带在身边的那个女人也在太玄峰。我们死，她也会陪着我们一起死。你说什么？你千算万算，没有算到你会亲手杀了你最在乎的人吧？此会如何？你狂妄至此，终得报也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！
听言，听言。听言，听言，听言。这法宝挡不住我的灵火。 安和，我们快招架不住了，你速速带人回去做好防御，守护好师祖。念九，那你呢？我还能撑一会儿。快走！魔主尤赤与他那个国师明离，不久前又攻下了一座城市。要是师祖还不醒来，仙府怕是真要亡了。唉，谁曾想过，风光无限的仙府，如今会沦落到这般下场。要是师祖还醒着就好了。是啊，听说当年师祖是因为师祖娘娘仙允急火攻心，再加之融合心的灵火出了问题，这才陷入长眠。若是有他在，不知师祖是否会早日醒来。是啊。师祖，
庭院，师祖，师祖，老板，司马娇，娇娇，娇娇，娇娇，快来呀！早安，娇娇。我说过，只要我不让你死，你就死不了。你的神魂一定还在，我一定要找到。公主，前方战事如何？前方阵地已被数百魔兵攻下，很快便要打到这儿来了。数百，加上后背营里的各宫门人，我们的兵力只有数十人。还请公主将剩余兵力全部交予我，我与黑念九一起为仙佛死守到底。死守到底！好，我们修仙半生，如今为守护仙府而死，也算死得其所。他们来了，仙府诸位，保护师祖！是。灵火是师祖，真当我死了？拜见师祖！拜见师祖！师祖，师祖，你醒了。哭什么？师祖，你体内的2团灵火已经彻底融合了吗？庭燕呢？可有他的消息？师祖，您忘了吗？庭燕的身世碎片根本就没有留下来，她已经不可能脱身了。还有入灵，入灵也是。施家那帮人呢？自从太微山一战之后，施家就几乎全部灭完了。但是我们搜遍了仙府所有的地方，都没有找到施千旅的尸体。我想他一定是隐姓埋名，在仙府某个地方藏了起来。搞出这么大的动静，施千旅肯定待不下去。这屏障的漏洞，便是他逃窜的最好机会。师祖的意思是，去魔域斩草除根。师祖，白主虽然医术浅薄，但求随师祖一同前往，护师祖康健无虞。师祖，您才刚刚苏醒，就要赶去魔域吗？你有异议？弟子不敢。
只是弟子有一事相求。仙魔大战之时，不少仙府子民被掳去魔域，下落不明。弟子斗胆恳请师祖，倘若在魔域遇到他们的时候，请为他们在魔域建造一个庇护之所。我本无意毁掉这里，可终究还是落到此等地步。这并非是师祖的错。当年仙魔屏障无故被人摧毁，你沉睡之后，魔主又盯上了我们仙府的地盘，才会这样生灵涂炭的。师祖，您这是将仙魔屏障修复好了？看来师祖并非像传闻那样刻薄。师祖娘娘亲善随和，不喜杀生，师祖因她才有了变化。可惜命运弄人啊！主上，明离，700年了，我何时能复生？主上，白骨原是魔域魔气最充沛的地方，您且安心在这里休养。主上放心，神魂归位的一切都已准备就绪，如今就只等司马教的凤山之喜了。他沉睡了18年，18年过去了，你竟然还没把他带到我面前。回主上的话，他今日已经苏醒，且他已经成功融合了2簇灵火。废物！主上息怒，我们还有那韩愈可以杀司马昭取血。你找了那么多年，都毫无收获。我看他早就死了。不，那韩愈定还活着。那仙魔屏障的缺口上所残留的极寒痕迹，便是意味着他从18年前的仙府大灾中穿过屏障来到了魔域。只是，恐怕他已经身受重伤，我们才没有办法找到他的痕迹。世间仅有这一条韩愈，是刺杀司马昭的绝佳之期，一定要给我找回来。不过，如今司马昭体内已有2簇灵火，即使找到韩愈，也杀不了他，恐怕还得借助一件远古魔器。你顺着地图去找刑天锁，只要将韩愈炼化成灵石，镶嵌在这刑天锁上，便能杀了司马昭，抽干他的血，为我血祭。属下即刻启程。主上放心，我必定尽全族之力，务必找到那韩愈廖廷彦。家里又快没吃的了，干完手上这票，还得去找点活干。东城路远，早去早回，路上要小心谨慎，莫要伤了自己。知道了，爹。切记，不要暴露了身份。您放心，我这身打扮，为的就是隐藏身份。你莫要嫌为父啰嗦。现在仙魔屏障的破口已经被修复，那就说明司马昭已经苏醒了。他这就行了。所以为父担心他会找到你。如果他先下手，那你就有性命之忧。
燕儿，你要是听到任何有关于司马娇的消息，定要找机会拿下他的性命。爹，您说过很多遍了，司马娇是我施家不共戴天的仇人。可现在仙魔两界刚刚打完仗，他也才刚醒，不会那么快找到咱的。在太尉山，你失去了记忆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司马娇的手段有多么的卑鄙。他为了牢据先父八主之位，以莫须有的罪名，将忤逆他的人赶尽杀绝。想当年，我们施家也拥有着不输于司马一族的能力，被他视为眼中钉、肉中刺。太尉山一战，就是他灭我施家的完美杰作，让我们施家从掌门的士族沦落到今天这个样子。况且如今魔域又在肆意的抓捕先府之人，食其内丹，我是不得已才闭门不出，枯坐在家。爹，那司马娇再怎么厉害，您不还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把我救出来了吗？那是以牺牲我儿甄旭的性命作为代价的。对不起，爹，女儿说错话了。兄长以性命换回女儿一线生机，女儿自然铭记在心。还有爹，你也是，因为女儿才变成这副模样，女儿不会忘记您的养育之恩，所以这才努力赚钱，争取早日带您离开这魔域。我不用你带我离开魔域，我要你伺机杀了司马娇。但凡爹有点能力，都不用麻烦你去报仇。你懂了吗？把这个戴上，这个面具可以掩盖你的气息，让司马娇没那么容易可以找到你。这都是为了你好，才替你着想啊！今夜月圆，正是洗髓的大好时机。可不可以不洗髓？可以，可以。那我们就对司马娇束手无策了。哼，燕儿，倒不如这样吧，你把爹爹也交到他的手里，也兴许他能给你留一条生路啊。女儿知道了，女儿会早点回来的。一天天饿得连走出这鹤仙城的力气都没有，还想着复仇。除非司马娇那个大魔头自己跑到我面前来送死，否则我才不去送人头。不然下场可能跟你一样吧。我也真够倒霉的，好好上个班，结果意外死了。穿越来吧，还穿到了这样一个环境恶劣的魔域。
活得一日不如一日。但我毕竟占了原主的身体，还是要替他给他爹养老送终的。况且这爹对我吧，也确实还不错，还救过我。哎，这恩情我是要还的。叫了18年的爹，假的也快成真的了。不过我真的打不过司马娇那个大魔头啊！你能行吗？我听说你收尸的本事不错，这才大老远喊你来东城的。修爷放心，包你满意。去吧，麻利点。我的好红罗呀，你这平日里不惹事儿，这一惹事儿，偏偏给我弄死个惹不起的主儿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再说，谁让他色胆包天对我动手动脚了？自己修为这么低，还想与我同修，真是晦气。杀个人是小，关键是把我这招牌砸了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老板娘，听说您遇到麻烦了，这不，我给您送解决办法来了。就这身板能摆平这事儿？就是啊，我看今日这道大菜，你这小胃口，怕是无福消受。欺人太甚！哎，我这同僚虽然长得瘦小了些，但这善后收尸的本事可是一流的。他可是我特地从东城叫回来的。是吗？要不你试试？这事儿不太好办呢。我就知道你办不了。不太好办，不是办不了，是要费些功夫，才能将红罗姑娘干干净净的摘出去。当真能将我摘得干干净净的？明人不说暗话，出个价。18块魔石。18块魔石，太贵了，怎么不去起吧？这样吧，若是今天能将二公子的事情解决的话，我做主。咱们胭脂台以后少不了你的好处。这次能不能就先便宜些？最低价15块。哎，行，哎，就15块魔石，但是这事儿绝对不能外传。在下布置现场了，做成这2人与二公子斗殴致死，与红罗姑娘无关。过程呢会有些难看，各位请先行出去吧。走吧。老板娘，走吧。这能行吗？走。那就交给你了啊。师祖，这魔域到处都是这样恶劣的环境，您先暂且忍耐一下，我们今日就在东城歇脚吧。成功啦！这是我用师祖您帮我提升的修为变出来的，如何啊？我为你提升修为，你就拿来做这些？这能让你开心啊，不好吗？
师祖，我想庭燕应该也不想看到您这样伤心难过的样子。说好了啊，这顿得你请。自然自然，15块魔石呢，没有你的帮腔，我也挣不了那么多。是啊，要是我们那抠门的老板娘知道我们俩假装不认识，还联手抬价的话，那我估计她得气死。红罗，你往日从不杀人，今日那二公子怎么回事？他杀了我在胭脂台的姐妹，我本来就只是想多吸他一点阳气，让他难受一点就算了的，谁知道他竟还有力气对我动手，我一气之下就……这样已经算是便宜他了，你知道吗？别怕，都解决了。这地方尽是些阿杂事，鹤仙城也就名字好听，根本不适合久居。等我攒够了钱，我就带你，还有我爹，我们去古雨坞，自在逍遥一辈子。古雨坞，那可是传说中的地方，我还未曾听过有人去过呢。依我看，都是一些骗小孩子的把戏罢了。你有所不知，我在黑市上听到过准确的消息，古雨坞确有其事，只是它疏通的门路代价极为高昂，需要2000魔石呢。是，所以你才这么辛苦的赚钱。但你不是说你其实不是石燕吗？你是从什么其他的世界过来的？虽然我也不能完全听懂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你的爹总归不是你的亲爹嘛。但他毕竟养了我那么久，况且他的确救过我。你身上似乎有仙府之人的气息，不如把内丹交出来，给哥几个下酒。爹，燕儿，你快走，我拦住他们。不，我要跟爹一起。你走啊！走！爹，你身体这么差，以后不要为我逞强了。我已经失去了真虚，我不能再失去你。自那之后，
他那双腿就废了。我不能弃他于不顾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不如趁这次事情办得漂亮，我引荐你来我们胭脂台做事，就如风起那般，做个护院呢，如何？月月都有魔石拿，这样不是离你的目标更进一步了吗？有你这朋友真好。咱俩谁跟谁啊？当年老板娘捡到我的时候，我神识受损，不知道自己来自哪里，父母是谁。不过有你这样一个知心朋友，我已经知足了。我不支持你，支持谁去啊？有你真好。念九，你跟了我多少年？啊？怎么算，也有400年了吧？那也是时候该自立门户了。择日不如撞日。这地方虽小，但可作为你的发迹之处。师祖，念九从来都没有动过那些心思。念九愿意永远陪着师祖。这由不得你。你去把这东城打下来，我要用我的方式告诉他，我来找他了。这样一来，便就是一举两得，既方便我们寻找庭燕，又可以为那些仙府的流民提供庇护之所。师祖，您真英明。魔主今年要求的贡品数目又变多了。魔主力量无人能敌，咱们只能乖乖听他的命令。外面什么动静？城主，不好了！有2个不知底细的人突然闯进了城主府，把我们的人都给制服了。你们几10个人打不过2个人，什么人这么狂妄？带我看看去。把这东城交出来，我们就替你们应付你们的魔主。先将我兄弟放下来，我考虑考虑。如何？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师祖，魔相已降，东城无主，您来主持大局吧。你来定。我呢，是一个十分开明的人，愿意留下的，从此以后咱们都是4家兄弟；若是不愿意留下，现在就可以离开。我不走。属下牛三，愿意追随新城主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属下愿追随新城主，肝脑涂地，在所不辞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你们先下去休息吧。是城主。怎么回事？啊？怎么回事？城主，是不是他们服侍不周？属下马上为您换一批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牛三，我说你这个人倒也挺奇怪的。我问你，你为何如此痛快地归顺于我？城主，我们魔族人向来崇拜强者，不管你什么出身，只要能打，那就应该当老大。
小兄弟，有些话呀，我想说很久了。我们魔域东城虽然不拘小节，但该有的规矩却一定要有。城主在此，你个跟班的，怎么能如此傲慢？住口！牛三，你不要命了？东城主需要我如何规矩行事？师祖，您就别拿我打趣了。拜见师祖。刘三，我让你去办的事，你去办了吗？还不快去！属下告退。新城主果然气势十足啊！我这不都全仰仗师祖吗？师祖放心，我都吩咐下去了。我让那些魔修好好照顾城内的仙府之人。只要您大举收复东城的消息一旦放出去，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仙府之人投奔而来。到时候廷燕知道了此事，也会第一时间赶过来的。东城还是太不起眼。若想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，必须要尽快打下几座更大的城。看来你体内的寒气还未恢复啊。爹，恢复寒体的过程实在痛苦，就没有别的选择了吗？要杀死司马娇，要用你体内的寒气凝成极寒冰冷。既然你无法练成此术，那为父便只得为你洗髓，来激发你的寒体了。爹，燕儿，为父也是为你好啊，你莫要怪为父心狠，我们一定要杀死司马娇报仇。爹，可是女儿心中没有仇恨，实在无法与您同仇敌忾。那是因为你失去了记忆。那您为何不帮我恢复记忆？18年以前，我痛失爱子，你失去了哥哥。为父之所以不帮你恢复记忆，那是因为为父不想让你再记起那痛苦的往事啊。那既然已经忘记了，我们好好活了下来，就更应该珍惜余生啊！如此破败不堪的余生，有什么可珍惜的？你的哥哥为了你，葬身火海，难道你还要在这里岁月静好的苟活着吗？爹，您息怒，女儿定不敢忘记兄长救命之恩。我得到消息，司马娇前几日便已经来到了魔域，很快便会送上门来。你安心淬炼寒体，便好。啊！司马娇就要来了，我去古雨屋的钱还没攒够呢。好好活着不好吗？报仇也要量力而行啊！司马娇必定青面獠牙的，我哪够他塞牙缝的？
娘亲，月清来祭拜您了。女儿已改名为彼岸，定不会让那些想要利用我凤山血脉的人发现我的踪迹。娘，您知道吗？听说师祖近日已至魔域，明日我便会启程去寻师祖和燕姐姐。也希望此行一切顺利，也希望他们能如您说的一般亲和，能接纳我。娘亲，魔域之地险象环生，女儿不能再跟您多聊了。待我寻了燕姐姐和师祖，定会再来祭拜您的。来，喝。主上，我为您。喝。来，喝一杯嘛，来嘛，主上。啊。主上好酒呀，喝个嘛。来嘛，再来一杯。主上，为何又为临朝听政？听什么？听那帮老家伙抱怨本魔主修建别宫劳民伤财，还是抨击本魔主不亲自督战呢？再说了，那司马教都已经融合2簇灵火了，我们何必自讨苦吃？主上有所不知。近日属下找到一上古秘器刑天锁，只要找到那韩愈，将他炼化成领石嵌于锁上，便能杀了司马一到这条韩愈我就来气。花了本魔主多少心思，废了本魔主多少魔功，才将这么一条有极寒之体的韩愈幻化为人。结果呢？你可知他如今是生还是死？主上，明离，你服侍了本魔主这么长时间，你还不了解我？我呀，既没有仙魔主那毁天灭地的本领，更没有光复魔族的野心，我就想靠着这尤家后人的尊荣，我烂死在这魔宫里。所以，请你以后不要再逼我了。有志这个废物！国师息怒，若是魔主实在有碍于您行事计划，不如我们就将魔主……不可！待来日仙魔主游颜神魂归位，还需以游痴的身体为容器承纳神魂，不能让游痴有任何的意外。是属下考虑不周。当务之急是加快找到廖廷彦，他有消息了没有？我们的人一直都在搜寻从仙府来的人。近日有消息来报，似是在东南一带看到了些许的极寒之体的痕迹，但痕迹微弱，不知是否是那韩愈留下的。那附近不是鹤仙城和东城吗？马上派人去那一带找，宁肯找错也不要放过。是。今儿接了一单大活，老规矩，兵分2路，保质保量，动作慢的。请客喝酒。师祖，师祖，师祖，
师祖，东城已经下令不准苛待仙府之人，这厮方才却在街上欲将几名仙府之人掳了去。我也只是奉命行事而已。为何搜捕仙府之人？上头命我们加紧搜捕仙府之人，将他们带回魔宫，剩下的我不知情。于何处搜寻？我们兵分两路，在东城与鹤仙城搜捕。任何一个仙府之人，都有可能是流落在此的庭燕。我不能让他有一丝遇险的可能。看来是经历了一场恶斗。待我攒够了2000魔石，就带家里那个倔老头去古雨屋安度晚年。说不定他也就不想逼我复仇了。几位兄台，有事吗？当心！他给分过了，仙府之人必要活捉才有用。他是不能让你们如愿了。走开！今天是逃不掉了。多谢恩人。当年在白骨院救我的人，是你吗？再跟我就杀了你。前辈可是仙府之人，
我可否向您打听2个人？您可知慈藏道君和他的道侣廖廷彦现在何处？你是凤山血脉，你是师祖？你真的是师祖？我是周叶青，周青儿的女儿。您和燕姐姐救过我的。你怎会在魔域？当年仙府大乱，我和娘亲在战乱中流落至魔域生活。前几日娘亲病逝了，我孤苦伶仃，便想去寻师祖和燕姐姐，没想到在这儿就遇见了您。我请师祖允许我跟随你们，我什么都会做的。娘亲说过，燕姐姐喜欢玩乐，您忙碌之时，我可以陪燕姐姐玩。她确实喜欢玩乐。有了这道防护屏障，以后再也不会有人认出你是凤山后人的身份。你去找东城城主，他会安顿你。谢师祖。那您呢？师祖，我们已经在魔域攻下了4城，明日是否还继续？当然。鹤仙城是东南一带的中转之地。念九明白了，正因如此，所以应该会有不少的仙府之人藏身于鹤仙城。弟子明日就通知下去，明日即刻出发。务必大张旗鼓。那是自然。不过，师祖，您说我们都已经攻下了这么多城了，庭院那边为什么还是没有消息？或许他是被什么事情牵绊住了。若他还不露面，我就将由此踹下魔主之位，让整个魔族为我找人。城主和慈藏道君大名，听闻魔域多城在2位接管后皆安宁无虞，纷争平息。鹤仙城城主鹤叟愿携全体魔将效忠2位。打开城门！竟然是个小白脸，